第1050章融合。七品丹药的炼制是一件极为繁琐的事，而这所谓的火扑丹更是七品高级，炼制起来更是极为棘手。石台之上，银色火焰在药鼎之内熊熊燃烧，低沉的龙吟声不断地从其中传出，炽热的高温直接是令得石台周遭的空间都是变得略微有些扭曲起来。众多药材盘旋在石台上空，偶尔便是会在唐振的挥手间投入药鼎之内，然后被其中的9条火龙吞进体内。不过不得不说，这9龙雷罡火用来提炼药材当真是极其的方便。9条火龙宛如9座缩小型的药鼎般，能够将这些药材完美提炼。当然萧炎也清楚，这9条火龙最终还是在唐振的控制中，只不过后者对于火候的把握以及火焰的操控程度达到了一个相当之高的水平，心神一分为9，却是依旧能够不出丝毫差错。可以想象，若是唐振真的有着能够成为炼药师的条件的话，想必他在炼丹术上的造诣必然不会低。而对于唐振，萧炎一直都是有些看不透。凭借过人的敏锐感觉，他能隐隐间感受到前者的可怕，但从气息来看的却是难以看出丝毫端倪。用深不可测来形容此人，恐怕是再合适不过。并且这唐振虽说乃是一方巨擘，而且实力也极端恐怖，但对人对事却是相当客气，丝毫没有身为斗尊强者那般的傲气。不知道是说其性子本就和善好，还是他隐藏得太深，但不管怎样，萧炎对其也是保持着相当之大的忌惮。能够成为焚炎谷这等势力的首脑，岂会是什么寻常之辈？对于这种分工炼制丹药，萧炎是第一次尝试，但却并未出什么纰漏。他的炼丹经验不会比在场的任何人弱，而且他的任务只是单纯的融合精纯药力，以他如今的灵魂力量，做起来并不算极其的困难。而至于火鼎之内那熊熊的9龙雷罡火，有着琉璃莲心火保护的他，倒是没感到什么威胁力。石台之上一片安静，唯有着火焰熊熊燃烧时所发出的声音。萧炎与幻大师二人皆是紧闭双眼，凝聚心神地操控着那在药鼎之内的灵魂力量。药鼎之中，在那四处席卷的银色火焰中，一圈碧绿光芒若隐若现，在这圈碧绿光芒内，便是萧炎灵魂力量的居所。此刻的这里，众多被提炼成功的各种药材，皆是在其那精妙的掌控下，以一个缓慢的速度逐渐地融合在一起。噗！寂静的碧绿光圈内突然有着细微的声音响起，视线移过去，只见得一滴色彩略显斑斓的粘稠液体正悄然而现，一股浓郁的药香不断地从中渗透而出。光是第一步的融合便是花费了将近3个小时，这7品丹药炼制起来果然异常繁琐。将那众多精出药材融合成这一滴斑斓的粘稠液体后，萧炎也是轻松了一口气，旋即又是紧绷起心神。他知道这还只是刚开始而已，炼制7品丹药可不是他想象中那般容易的事。而在感受到这7品丹药的炼制困难之后，萧炎又是不由得有些庆幸，当初他在内院为彩铃炼制丹药时，若非是侥幸地进入了那一玄异状态，恐怕也是绝对不可能以那时候的水平便是将丹药成功炼制而出。现在想来，这之中果然还是运气成分居多。不过如今以我的能力，若是在炼制的话，必然成功率将会大增许多，而也不必再将希望寄托于那渺茫的状态之中。想到此处，萧炎心头也只涌现一抹满足之感，能够进步，那便是最好的事。炎萧小友果然令人惊讶，居然这么快便是完成了初步融合。唐振的声音突然在萧炎耳边响起，显然对于萧炎这般快的效率，他也是极感诧异。要知道，连那位丹塔的客卿长老幻大师，此刻都还未将那融合彻底完成。对于唐振的惊讶，萧炎也是一笑，然后传音道：“唐谷主，第2部分的药材可提炼完毕了。”呵呵，早便等着呢。唐振笑了笑，心神一动，药鼎之内的9条火龙便是猛地张口，众多被提炼完毕的药材再度被喷吐而出，其中一部分分华而开，跃进萧炎灵魂力量所在的碧绿光圈中。火扑丹的炼制分为8部分，如今尚还只是第2部分，不过有着2位相助，想必此次成功率很大。8部分。听得此话，
萧炎不由得暗中咂舌，不愧是7品高级丹药啊！心中略微感叹了一番后，萧炎也是迅速再度凝聚心神，然后开始融合这第2部分的精纯药力。在萧炎开始融合第2部分后不久，那幻大师紧闭的双眸方才缓缓睁开，目光瞥了一眼萧炎所在的方位，心动颇为震动。萧炎的表现实在是出乎他的意料，这个名为炎萧的青年恐怕也是一名7品炼药师，这等炼丹天赋实在是精彩绝艳。心中一声轻叹，幻大师灵魂力量扫过药鼎内，也是将那第2批被提炼完毕的药材吸纳而来，然后再度融合。这火蒲丹的炼制繁琐程度有些超过萧炎与幻大师的预料，按照这般看来，此次的炼丹绝对是一个时间活，没有个将近10天时间，恐怕绝难将丹药成功炼制而出。连续10天不眠不休的炼丹，这般消耗也是极端之大，特别是在消耗灵魂力量融合药材时，还得分神抵御那9龙雷罡火的高温侵蚀，这一点萧炎倒是略好一些。可那幻大师在药材融合持续到第5轮时，体内便是隐隐有些不支，不过还好他准备了不少回复用的丹药，不然的话恐怕也很难继续坚持下去。而伴随着那些漂浮在石台半空的众多药材逐渐减少，时间也是迅速划过。算时间，这次的炼丹至今也是有了将近7天时间。这7日之内，石台之上的3人身体几乎未曾有过丝毫的动静，唯一有所动静的便是那从药鼎之内渗透而出的药香越来越浓郁。在石台不远处的平台上，一众炼药大师望着那坚持了将近7天时间的萧炎，脸庞上的凝重之色也是越来越浓。在萧炎这几日的表现中，已经再没有一个人敢出言嘲讽，因为他们都知道，换做他们根本就坚持不下来。这炎萧，如果我所料不差的话，他应该也是一名7品炼药师。平台上突然有着一名炼药大师叹息一声，开口道。听的这话，众人皆是一致，旋即一声苦笑。这事情对于他们来说可着实有些令人难以接受，他们苦修这么多年方才有这等成就，然而如今一个看上去不过20左右的青年，居然便是直接超越了他们。那莫大师也是目光怔怔地望着石台上，脸庞有着一抹颓败之色，一时间看上去就犹如衰老几分般。广场边缘，唐火儿亭亭玉立，修长的身姿显得格外动人，他的目光同样一直是停顿在石台之上，玉手微微紧握。如今炼丹已经进入了中段，可千万不能出什么事啊！时间在众人的期盼中迅速流逝，转眼间又是1日时间过去，而那炼丹的8部分也是走到了最后的一步。此刻的石台天空上，所有悬浮的药材也是尽数被投入了药鼎之中，雄浑的火属性能量满溢在四周，令得天空都是出现了许些扭曲的感觉。药鼎之中，银色火焰也是变得猛烈了许多，龙鸣之声不断地从其中传出，然后浩荡而起，传遍整座庞大山谷。萧炎3人的脸庞也是在此刻异常凝重，若是连这一关都是过不了的话，那么这次的炼丹便是得彻底失败了。2位，药材提炼老夫已经完成，接下来的融合便是得看你们了。唐振目光转向萧炎与幻大师，面色郑重地抱拳沉声道，接下来已经没有了他什么事，此次炼丹能否成功，便得看萧炎与幻大师了。闻言，萧炎与幻大师皆是咬牙点了点头，旋即迅速凝聚心神。药鼎之内，碧绿光圈中8个细小的光团悬浮而立，浓郁的药香不断地从中弥漫而出，这便是融合了将近100种药材而出现的药液。而萧炎现在的任务便是必须将这8团经过将近9天时间彻底的融合在一起，而若是他融合失败的话，那么此次的炼丹自然也会以失败而告终，到时候天火3玄变怕也是别想了。想到此处，萧炎手掌猛然紧握，这一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